你知道嗎？如果你越在意什麼，就越會失去它。甚至你現在的失敗挫折，可能都是因為這個原因。所以非常重要。別急，我們先來說一個真實發生過的故事，你就會明白了。這個故事的主人公是一位行走於雲端之上的奇人。話說在20世紀的美國，有一個德裔移民家族，姓瓦倫達。這個家族幹的是什麼營生呢？走鋼索。您別小看這走鋼索，他们走的可不是尋常馬戲團裡離地3尺的那種，而是懸在幾十米高空的細細鋼絲，沒有任何安全保護措施，腳下就是萬丈深淵。這瓦倫達家族的老掌門名叫卡爾·瓦倫達，他6歲開始學藝，11歲正式登台表演。這一生可以說是在鋼絲上度過的。他能在那根細細的鋼絲上劈叉、倒立、滑行、騎獨輪車，如履平地，其高難動作讓人驚嘆，過人的膽量讓人敬佩。說來也奇怪，瓦倫達走了一輩子鋼絲，從來沒有出過事故。有人問他成功的秘訣是什麼，他說了一句意味深長的話：我走鋼絲時，從不去想目的地，只想着走鋼絲這件事，誠心誠意地走好鋼絲，不管得失。您聽聽，這話說得多麼通透明白。每次成功的表演，他心裡只想着走好鋼絲這件事本身，不去管這件事可能帶來的一切，掌聲也好，鮮花也罷，名利也罷，統統不在他的腦子裡。然而，命運這東西，往往在最意想不到的地方轉彎。1978年，瓦倫達73歲了，他決定再走最後一次鋼絲，作為告別演出，然後宣布退休。表演地點選在了波多黎各的海濱城市聖胡安，2座36米高的建築物之間拉起了鋼絲，大約有10層樓那麼高。全場都是美國知名的人物，好幾個電視台爭相直播。這次表演若成功，不僅將奠定他在演技界的地位，還會給演技團帶來前所未有的支持和利益。換句話說，這場表演太重要了。演出前一天，瓦倫達就開始仔細琢磨，每一個動作，每一個細節都想了無數次。清晨起來吃早飯時，他對妻子說：“這是我的告別演出，太重要了，一定不能失敗，否則會毀了我的一世英名。”路上，上場前，直到拿起那根近20公斤重的平衡杆，他一遍又一遍地重複着同樣的話：“這次太重要了，只許成功，不許失敗。”各位，您說這奇不奇怪？一個走了一輩子鋼絲，從未失手的大師，在最後一次演出前，竟如此患得患失。演出開始了，這一次他沒有用保險繩，因為許多年來他從未出過錯誤，他有100%的把握不會出錯。然而，意想不到的事情發生了。當他剛剛走到鋼索中間，僅僅做了2個難度並不大的動作之後，就從10米高的空中摔了下來，當場身亡。一世英名毀於一旦。事後，他的妻子含着淚說了一句令人深思的話：“我知道這次一定要出事，因為他在出場前就這樣不斷地說，這次太重要了，不能失敗。以前每次成功的表演，他只是想着走好鋼絲這件事本身，不去管這件事可能帶來的一切。瓦倫達太想成功，太患得患失了。如果他不去想這麼多走鋼索之外的事情，以他的經驗和技能是不會出事的。”後來，心理學家把這種為了達到某種目的而總是患得患失的心態，命名為瓦倫達心態。而因過度關注結果而導致失敗的現象，
就被稱為瓦倫達效應，也有人叫它目標顫抖效應。說白了，就是越在意越失去，越擔心失敗越容易失敗。大家可能要問了，這到底是為什麼？難道在意結果還有錯嗎？為什麼會這樣？這裡面藏着一個深刻的心理學道理。首先，人的認知資源是有限的，當你把大量腦力花在擔心失敗了怎麼辦上時，能用來專注於事情本身的精力就少了。瓦倫達以前走鋼絲時，腦子裡裝的是下一步腳該踩在哪裡，平衡杆該怎麼調整，而最後一次他腦子裡裝的全是不能失敗不能丟臉太重要了，心思一散，腳下就亂了。其次，心理学上有一個著名的多德森定律，這個定律告訴我們，動機強度和工作效率之間的關係不是一條直線，而是一條倒 U 型曲線。什麼意思呢？就是說，動機太弱，提不起勁；動機太強，又會因為焦慮和緊張而干擾表現。只有中等強度的動機最有利於任務的完成。瓦倫達的最後一次表演就是動机強過了頭。再者，美國斯坦福大學的一項研究也證實了這個道理。研究表明，人大腦裡的某一個圖像會像實際情況那樣刺激人的神經系統。比如一個高爾夫球手擊球前，如果一再告誡自己不要把球打進水裡，他的大腦裡就會出現球掉進水裡的情景，結果往往事與願違。你越是想避開什麼，大腦就越會去模擬什麼。這就好像有人對你說千萬不要想一隻白熊，你腦子裡反而立刻浮現出一隻白熊。心理学上把這叫做白熊效應。越想壓抑某個念頭，那個念頭就反彈得越厲害。如果你想，我不要遲到，我不要變窮，我不要生病，你其實是在傳達遲到、貧窮、生病等等訊息。您可別以為這只是發生在走鋼索大師身上的稀罕事，瓦倫達效應就藏在我們每個人的日常生活裡。您想想，平时小考表現優異的你，為什麼一到關鍵大考就發揮失常？明明踢毽子很熟練，為什麼一到比賽就頻頻掉落？表白前把台詞背得滾瓜爛熟，為什麼喜歡的人一出現就語無倫次？足球前鋒在門前機會很多，可每當機會來臨，臨門一腳總是把球踢到門框外面去。事實上，連不會踢球的人都看得出來，有些球他只要一蹭就能進門。為什麼？因為他太想進球了，太想立功了，太想表現自己了。莊子也講過一個類似的故事，一個人用瓦盆做賭注時，技藝發揮得淋漓盡致；用黃金下注時，則大失水準。莊子把這叫做外重者內拙，外在的東西看得太重，內在的智慧就笨拙了。您看，無論是2000年前的莊子，還是40年前的瓦倫達，說的是同一個道理。一旦你把結果看得比過程還重，手就開始抖了，心就開始亂了，事就開始雜了。很重要，再說一次，一旦你把結果看得比過程還重，手就開始抖了，心就開始亂了，事就開始雜了。聽到這裡，大家可能會想，那該怎麼辦？道理我都懂，可事到臨頭，還是忍不住去想，萬一失敗了怎麼辦啊？如何說服自己，克服瓦倫達效應呢？別急，想要克服瓦倫達效應，
最關鍵的事情就在於說服自己完成3個認知上的轉變。或許你可以喝喝水，轉轉頭，好戲在後頭。接下來詳細了解一下這3個認知。第一層，說服自己，結果我無法控制，但動作我可以。大腦在焦慮的時候，本能地想抓住點什麼來獲得安全感。但是成功的結果，它的變數太多了，例如評審的喜好、對手的狀態、現場的突發狀況，這些都不是你能控制的。你抓不住結果，就像抓不住風。你能抓住的是什麼？是你的動作，你的呼吸頻率，你的每一個步驟，你的肢體語言。所以，與其告訴自己我一定要成功，不如告訴自己我只需要做好眼下這一步。把怕失敗換成想步驟。演講前別想砸了怎麼辦，拆成開場問號，那些例子總結3句話。考試前別糾結考不好怎麼辦，梳理這張3個重點公式作文的素材。把安全感從虛無縹緲的結果轉移到實實在在的動作上，這個是很實際有效的方法。接下來，第2層，說服自己，緊張等於興奮，而不是災難。上台前心跳加速，手心冒汗，大腦常常把這解讀為我要搞砸了，完蛋了。但是您想過沒有？心跳加速，腎上腺素飆升，這和興奮時的身體反應一模一樣。身體只是在告訴你，我在全力備戰。所以，與其抗拒緊張，試圖消滅緊張，不如接納它，重新定義它。請告訴自己，我心跳這麼快，是因為我的身體已經準備好了，這是我全力投入的證明。不抗拒緊張，緊張就不會控制你。實際上，真的是如此。您回想一下，運動比賽時，教練魏時模總是對選手說享受比賽，因為他心裡清楚，當你把比賽當成享受，身體是鬆的，反應是快的；當你把比賽當成考驗，肌肉是僵的，判斷是慢的。同樣的心跳加速，前者叫興奮，後者叫緊張，而身体只認得你貼給他的標籤。所以，下次当您心跳加速時，不要告訴自己別緊張，告訴自己我準備好了，這是興奮的感覺。最後一個認知，第3層，說服自己活在當下就是最好的準備。我們經常會擔心未來會失敗，懊悔過去有失誤，這些念頭有一個共同點，它們都不在當下。未来的成果是由現在這一秒的品質累積而成的，只要你此刻做對了，結果自然不會太差。反過來說，如果你此刻在擔心未來，那此刻就被浪費了，這才是真正的失敗。請告訴自己，我現在只需要做好手上這件事。其實，人類痛苦的根源就是過度活在思維與時間裡，不是在懊悔過去，就是在擔憂未來。所以，要克服瓦倫達效應，因為過度在意結果而導致的失敗，最直接的解決方法就是活在當下。如何活在当下呢？詳細說明以下3點。第1點，切斷與思維的認同。瓦倫達效應源於大腦不斷重複我不能失敗的恐懼思維，但是真正的你並非這些思維，而是背後的觀察者。當你意識到我在擔心結果時，就從被思維控制轉為觀察思維，恐懼便會失去力量。只要你開始觀察，你就已经不再是那個思考本身了，你是那個觀察者。我舉個特別簡單的例子，你今天上班路上堵車了，
你大腦裡那個聲音開始咆哮：怎麼又讀？這破路，今天又要遲到了。這時候，如果你完全認同這個聲音，你就炸了，狂按喇叭，罵罵咧咧，心情直接完蛋。但如果你在骂人的那一瞬間突然意識到，哎，我在骂人，哎，我在生气，哎，就这一个意识到，你就从那個憤怒的情緒裡抽出來了。你還是會塞車，但你不再是那個被憤怒淹沒了的人，你成了一個在塞車中保持清醒的人。我們就可以進入第二點。第二點，專注於過程而非結果。意思就是鼓勵我們將注意力從虛幻的未來就是結果，完全拉回到此時此地正在做的事，也就是指過程。這與瓦倫達成功的秘密只想着走鋼絲這件事本身不謀而合。您看過 NBA 球賽嗎？關鍵時刻落後1分，罰球線上站着的是全隊最準的射手，全場幾萬雙眼睛盯着他，電視機前上百萬人屏住呼吸。這時候，如果他腦子裡想的是這一球一定要進，輸贏全看我了。下場通常很慘，球往往砸在籃筐前沿。頂尖的教練會告訴他什麼？看着籃筐後緣，感受手指撥球的力道，專注把球送出去。為什麼？因為一定要進是結果，他控制不了。但瞄準哪裡，用多少力是過程，他完全可控。當他把注意力從輸贏移到出手動作上，身體的肌肉記憶才會接管，球反而更容易進。現在，你已經明白自己是一位觀察者，而且專注在過程上。接着我們聊聊第三點。第三點，接納與觀察。當緊張、恐懼等情緒出現時，不抗拒，不評判，只是全然的觀察和接納它，這能斬斷恐懼與思維的連結，讓你與情緒拉開距離，不被其淹沒。請您對這個情緒說一句話：我知道你在這裡，沒關係，我允許你存在，我還是可以把事情做好。這句話就是接納的關鍵，它不是叫情緒滾開，而是讓它待在旁邊。您不再跟他對抗，也不再被他綁架，他變成了您身邊的一個乘客，而不是駕駛。您允許心跳快一點，同時把注意力轉向明天簡報的第一張投影片要說什麼。您發現情緒還在，但你已經可以行動了。隔天上台，您還是有一點緊張，但那已經不重要了，因為您知道緊張是身體的準備，不是災難的預告。總之，透過向當下臣服，將注意力從評判自己會不會成功，轉移到專注於眼前的事，從而獲得真正的平靜與力量。除了這3層心法，還有一個非常實用的小技巧，給自己設計一個錨定動作。什麼意思呢？就是一個簡單的、私密的、帶有身體感覺的小動作，在焦慮的時候用它把思緒從未來結果拉回當下身體。比如，上台前，用拇指依次用力按壓食指、中指、無名指、小指的指尖，感受按壓的痛感，心裡默念1、2、3、4。考試前，雙腳平踩地面，用力下壓3次，感受腳底貼合地板的扎實感。關鍵對話前，在桌面下握緊拳頭3秒鐘，在瞬間完全放鬆，體會血液回流的酥麻感。關鍵是，你必須在平時就先練習，讓身體記住這個冷靜開關，真正上場時，它才會有效。瓦倫達的故事是一個悲劇，也是一個警示。他走了一輩子鋼絲，從不去想目的地，只誠心誠意地走好每一步，
結果每次都成功了。唯獨最後一次，他想的最多的是得失成敗，結果分心了，動作變形了，悲劇發生了。專心致志是成功之根，患得患失是失敗之母。法拉第說過一句話：拼命去换取成功，但不希望一定会成功，結果往往會成功。這其中的智慧和瓦倫達一生的經驗如出一轍。所以下次當您面對一件重要的事情時，不妨想想那位走在鋼索上的老人。別想目的地，別想掌聲，別想失敗了怎麼辦，只想着走好腳下這一步。因為說到底，人生這條鋼索不也是一步一步走過去的嗎？如果您覺得今天这個故事有幾分道理，請先點個讚，然後訂閱說服自己，分享給身邊正在為某件事患得患失的朋友。也許您的一句話就能幫他找回那根遗失的平衡杆。